想象一个这样的夜晚，67岁，你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电视开住，声音不大，手机荧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通讯录里存住400多个名字，有以前的同事，有老同学，有酒桌上的兄弟。你从上往下滑，又从下往上滑，最后你把手机放下，叹了一口气。你发现400多个人里，竟然没有一个是你此刻想要打通电话的人。这一刻，你可能以为这就是晚年凄凉的样子。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过年。可我想告诉你，这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另外一种晚年。客厅里永远高朋满座，电话铃声永远响个不停。可你心里清楚，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来让你开心的。有人来倒苦水，有人来拉投资，有人来劝你认命。你陪住笑，陪住泪，陪住把自己的日子一口一口喂给别人，这才是最深的孤独。它不冷清，它热闹，可是热闹里没有一点温暖。我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晚年幸福的敌人，从来不是孤独，而是那些无效的朋友，是那些打住朋友的名义，不断消耗你的人。你以为朋友越多，晚年越热闹，真相却是，有些关系存得越多，你的人生亏得越狠。今天我们就来深挖一个反常识的话题：什么样的朋友越早翻脸，后半生越好过？我先把结论放在这里，这不是教你做一个凉薄的人，这份指南是要帮你找回一样东西，就是你对自己生命剩余时间充分的掌控权。你人生最后的这几十年，应该交给值得的人，而不是被无效的关系一点点偷光。说到掌控权，我得先请你做一件事。如果你已经超过50岁，或者正在为晚年做准备，我建议你先点赞收藏，然后我们继续。为什么要收藏？因为接下来的内容极度浓缩，它会推翻你过去几十年观看友情的大部分认知。你可能会在阅读中感到不舒服，甚至想反驳，那恰恰说明这篇文章触碰到了你内心的真相。认知的刷新从来不是舒服的，它像一次牙齿矫正，疼，但值得。把这篇文字收藏起来，不是为了以后翻出来看，是提醒你，从今天开始，你该重新审视你身边那些每天见面的朋友了。也请你转发给那些你真正在乎的人，因为这份清醒越早拥有，人生越早松绑。好，现在我们进入正题。我要说的第一种无效的朋友，我给他们一个名字，叫情绪债主。情绪债主就是那种一见到你就开始向你讨债的人，讨的不是钱，是注意力，是情绪，是能量。你刚说今天天气不错，他马上接话，天气好有什么用？我昨天又失眠了，凌晨3点才睡住，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难受。你兴冲冲地告诉他，你女儿考上研究所了。他叹一口气说，读那么多书干什么？现在大学生出来都找不到工作，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你跟他们见面，像打开一个漏水的龙头，你说什么他都接得住，可是每一句话最后都会绕回到他自己的委屈、焦虑和不安。你以为他在乎你，错了，他在乎的只是有一个不打断他的人。所以我把这种朋友叫做情绪债主，他们不停开口，向你索取同情的利息。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情绪传染，这比普通聊天更深。它讲的是一个人会把情绪像感冒一样传染给别人。哈佛大学做过一项长达20年的研究，研究发现情绪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你身边如果有一个长期焦虑的朋友，你患焦虑情绪的风险会明显升高。这不是矫情，这是神经科学。我们大脑里有一组细胞叫镜像神经元，看见别人打哈欠
你会打哈欠；看见别人害怕，你的身体也会发紧；看见别人抱怨，你的大脑会不自觉地切换成他那样的语气。这就是为什么你跟一个充满怨气的人待在一起，哪怕什么也不说，也会觉得精疲力竭。那不是你想太多，那是你的身体正在替别人背住情绪的重担。心理危机，商界有一个说法叫替代性创伤，意思是一个人如果长期聆听另一个人的痛苦，他会不知不觉也感染上那份痛苦。专业的心理师一天最多拦不上7、8个个案，他们必须严格区分工作与生活，否则连专业人士都会被情绪拖垮。可是你呢？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却把自己活成了24小时不关机的情绪垃圾站。普通人的做法是什么？是忍，是告诉自己朋友一场，他过得不容易，我不帮他谁帮他？是你一次次倾听，一次次安慰，一次次把自己掂量的最后5%也交出去。你以为这是重情重义，可在情绪债主眼里，你只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充电宝。你越负责，他越依赖；你越体贴，他越放纵。最后，你成了他情绪的垃圾桶，而你的晚年成了他随时的情绪提款机。清醒的人怎么做？清醒的人不是冷漠，他们只是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情绪账户额度有限，他们把同理心当成顶级的奢侈品，只送给值得的人。他们在对方第一次倾倒情绪垃圾的时候，就会温和地说一句：这件事听起来很累，但是我们换个话题，好吗？这句话不是不近人情，而是在为你们的关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边界。心理学里还有一个概念叫责任界限。健康的帮助是支持对方自己站起来，病态的帮助是替对方躺下去，然后站在旁边陪他一起抱怨。高情商的人永远不去做情绪的拯救者，他们做情绪的引路人。他们让对方哭，但不会让对方一直哭。他们让对方说，但不会让对方停不下来的倾倒。这样的人身边也会有人离开，但是留下来的都是互相滋养的关系。讲到情绪的边界，我想起一个历史人物，德国大文豪歌德。他晚年的时候几乎从所有人的视野里消失了。他搬进威玛的一所小房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用力写作。有人批评他，说歌德老了以后冷血、孤僻、不近人情，连他最亲密的朋友艾克曼也只在固定的时间才能见到他。歌德只是淡淡的回答：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必须用这些时间完成我必须完成的事。正是这份看似不近人情的隔离，让歌德在晚年写出了《浮士德》的第2部。这部作品他构思了整整60年。如果歌德一直泡在朋友的酒会和深夜的谈话里，这部世界名著可能永远不会完成。歌德用晚年告诉我们一件事，不是所有离开都是冷漠，有些离开是为了保护自己，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世界。情绪债主偷走的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偷走你的好心情，偷走你的专注力，偷走你本可以用来读书、散步、陪家人、看日落的时光。你以为你在维系友情，真相是你正在用自己晚年的光去填一个填不满的洞。这是第一种人，情绪债主。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请你记住，你的心软不是善良，是对自己的残忍。现在我们看第二种无效的朋友，我叫做交易型猎手。这种朋友最隐蔽，也最难防，因为他们往往是你最风光的时候认识的，你事业做得好的时候，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饭局上，他们永远举杯，永远赞美，永远把主位留给你。你说一句玩笑话，他们能笑出眼泪。你遇到一点小麻烦，他们比你还着急。逢年过节，
礼物准时送到。你以为这就是一辈子的兄弟，可是等你有一天从你那个位置上退下来，等公司不再需要你，等身体不再硬朗，等你从说话有人听变成说话没人看，你会发现这些人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你伸手想抓什么都抓不到，甚至他们还会在背后说老张现在没用了，不用搭理。你或许会很愤怒，你或许会问，我当年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我请你先冷静，因为真相比愤怒更深刻。社会学有个理论叫社会交换理论，他说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换，感情、时间、资源、面子都可以作为货币。健康的友谊交换的是理解和快乐，交易型的友谊交换的是利益和筹码。交易型猎手是这种理论里最熟练的人，他们天生就知道每个人的价码是多少。他们接近你，因为在计算之后，你是值得投入的资产。他们把每一次热情都当成投资，把每一次帮忙都当成放贷，而这一切都有偿还日期。当你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项优质资产，他们就会毫无眷恋地清仓离场。普通人遇到这种人，第一反应是冤，是不甘，是彻夜难眠，反复复盘那些年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不断追问当初的真心怎么就喂了狗，可我想告诉你，你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犯了一个简单但代价昂贵的错误。你把感情投给了一个从不看感情的人，就像你把种子撒进盐水里。你可以怪种子不发芽，但是更客观的看法是，你把期待放错了土壤。清醒的人不一样，清醒的人从来不用考验去试探人性。早在那些交易型猎手还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就看穿了剧本，怎么识破。方法很简单，观察他在你低谷时的第一反应。你偶然说一句最近手头紧，你看他眼里的光是亮了还是暗了。你说我可能要退休了，你看他是关心你的身体还是关心你的位置。你生病住院，他来过一次，你出院，他还来吗？这些不是怀疑，是审计。人生到了后半场，对人际关系的审计就是对自己幸福的审计。清醒的人会在那个人的剧本演到第3集的时候果断退票。他们不是没有感情，他们是把感情留给那些能看懂感情的人。关随交易型友谊，历史给了我们太多案例。我想讲一个人，孟尝君。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养了3000个门客，巅峰时期，他的家里全是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鸡鸣狗盗，什么人都能在他那里吃一口饭。这些人围住他，喊他一声主公，献上各种主意。孟尝君也把他们当朋友，有难同当。可是后来，齐王因为猜忌，免了孟尝君的相位。一朝失势，3000门客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走光。孟尝君站在门口，看住空荡荡的庭院，心里凉透了。再后来，他靠冯巩的谋划重新拿回相位。那些走掉的朋友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他们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拱手鞠躬嘘寒问暖。孟尝君看住他们，只淡淡说了一句，我田文好客，但从此以后不敢再见客。你要知道，孟尝君不是傻瓜，他年轻时就看尽了世态炎凉。3000门客里，有多少是来复试的，有多少是来交心的，他比谁都清楚。他只是没有在第一次看清时就收回自己的期待。后来他也不再撕破脸，不再计较，他只是把这些人请出了心里的房间，把他们留在门口，留在了自己的生命之外。这就是高手与普通人的区别。普通人被利益型朋友背叛之后，余生都在追问为什么，
高手被背叛之后，只做一件事，从那以后不给对方第二次机会。他们明白，交易型猎手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猎物，而你要做的是让自己不再出现在他们的猎场。历史上还有一个人，苏秦，他年轻时去秦国游说，结果失败了，回到家里穷困潦倒，妻子不下之机迎接他，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跟他说话。他感叹说，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士为父后，岂可呼呼哉。后来苏秦配六国相应，荣归故里，他的父母亲自到30里外迎接，他的嫂子趴在地上，连抬头看他一眼都不敢。苏秦笑住问嫂子，何前而后恭也？嫂子老实回答，因为你现在位高而多金，你看，连至亲骨肉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酒桌上的朋友。苏秦这一生靠的是权谋，也是亲信。他早早看穿，很多关系的本质就是交易，所以他从不对人性抱有幻想，他也不恨，他只是把那些人放在该放的位置上，然后专注走自己的路。这是第二种人，交易型猎手，他们偷走的是你对人性的信任。但是朋友，我想告诉你，世界上一定有真朋友，只是真朋友从来不是在最热闹的饭桌上出现的，他们是在你最灰暗的日子里还愿意为你留一盏灯的人。这个标准越早想通，你的后半生就越清净。现在我们来说第三种。第三种无效的朋友可能是最痛的，因为这类人他们没有坏心，他们甚至很爱你，他们就是那些用关心来锁住你的人。我给这类朋友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认知围城者。什么叫认知围城？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观念，他的眼界像一座围城，他自己待在城里，不出去也不让你出去。你跟他说，我想学画画，他说，一大把年纪了，学那些有什么用？你跟他说，我想去远方旅行，他说，外面坏人那么多，你在家好好待住不行吗？你想报一个健身班，他连连摆手，哎呀，老胳膊老腿了，别折腾了。你兴冲冲地跟他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好的课程，准备报一下。他眉头一皱，那个是骗人的，都这把年纪了，还学什么？这些话都是用关心的语气，一遍一遍告诉你，你已经没有未来了，你只配待在原地，等岁月把你收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这样劝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敌人，恰恰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家人。所以这一类最痛，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占了高地。你说我想做点什么，他们会说我都是为你好。你说我要努力一点，他们会说你别做白日梦了。你无法对他们发火，因为他们心怀善意。你也不敢往前冲，因为他们的话像一道无形的墙，死死围住你。这就是我为什么叫他们认知围城者。他们不用拳头伤害你，他们用你以为的爱来驯服你的梦想。观察这种朋友，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螃蟹效应。把几只螃蟹放进同一个水桶，其中一只快要爬出桶口，另一只会伸出钳子把它狠狠拉下来，最后没有任何一只螃蟹能够逃出去。人类的世界里也存在这种螃蟹桶。当你的人生开始向上走，当你开始健身、读书、旅行、学习新东西，你的改变会在无意之间照出身边人的停滞，他们会不舒服。你的成长像一面镜子，让他们看见了自己的懒惰与怯懦。为了缓解这个不适，他们不会自省，而是会笑你，说你一把年纪还折腾，说你不安分，说你就是闲的。这有些时候不是恶意，它是一种
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自我保护，只是这个保护是用你的生命来买单的，这个代价太贵了。还有一种底层机制叫做认知失调，你身边的朋友一直认定人生到了50岁以后就没有变化的可能了，结果突然你开始晨跑，1个月瘦了10斤，你开始读书，整个人的气质变了，你开始创业，居然赚到了钱，这一切都和他们的世界观冲突了，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原本的认知是错的。Y 是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只能拉低你，只要把你拉回到和他们一样的高度，他们的世界就重新安全了。所以他们会用嘲讽、打击、否定来给你降温。你要理解这个机制，但你也必须离开这个机制。普通人怎么做？普通人常常被这些话击中，他们听多了就会真的怀疑自己，一句别折腾了，听100遍就真的不折腾了。一个本想65岁学钢琴的老太太，因为朋友的几句玩笑就放弃了。一个想开个小店的退休老师傅，因为家人的一句你不行，就把计划收进抽屉。他们的梦想不是被现实杀死的，是被无效朋友的一句一句温水煮青蛙一样煮死的。清醒的人怎么做？清醒的人掌握一个能力，叫心理隔离。他们允许别人说话，但不允许别人替自己做决定。他们礼貌地听完，然后微笑住继续。他们不会跟认知围城者吵架，因为他们知道你不可能靠辩论让一个从没走出过围城的人相信城外的世界。你能做的只有自己走出去，然后让那些话留在城墙之内。历史上最精彩的例子是王阳明。王阳明从小就告诉别人，我想做圣贤，身边所有人都在笑他狂妄。他的朋友，他的长辈，包括那些读书人，都觉得这个人疯了。年轻的时候，王阳明和朋友一起去割竹子，就是盯住竹子，想从里面悟出道理。他看了7天7夜，最后病倒了。朋友笑他痴傻。后来他因为得罪刘瑾，被停杖40，流放到贵州龙场，那里瘴气弥漫，人烟稀少。他身边的随从一个接一个病倒，那时候没人再叫他朋友，那些曾经围在他身边的人早就不见了踪影。龙场的荒山里，王阳明几乎彻底孤独了。可是恰恰是这份极致的孤独，逼出了改变中国思想史的一页。龙场悟道。那一夜，王阳明忽然大彻大悟，他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圣人之道，无性自足，向之求理，恩事物者，物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内心的光明本来就在我自己身上，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才能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同来证明我的路是对的。王阳明用一生告诉我们，认知围城者可能是一片好意，但他们的好意并不等赖正确。一个人晚年最大的自由，就是中赖，不用再按别人的剧本活。别人说你老了，你偏要活出光来；别人说你不行，你偏要证明我行。你越早看穿认知围城者的好意，你的后半生就越早开始绽放。这是第3种人。认知围城者，他们偷走的是你对未来的想象力。你不一定需要和他们绝交，但你要学会在他们的围城里为自己开一扇门，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去。现在我们把这3层薄膜撕开，看一看核心。情绪债主消耗的是你的能量，交易型猎手消耗的是你的信任，认知围城者消耗的是你的远方。这3样恰恰是晚年幸福的3根支柱。可我还想给你讲一层更深的逻辑，这一层可能不会让你舒服，但它是我写这篇文章最想让你看见的东西。它就是向死而生的清醒。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一个概念，向死而生。他说，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足够老了。
因为死亡一直就在前方。人正是因为知道终点存在，才开始学会认真生活。一个从不记得自己的人，会拼命积攒东西，朋友、人脉、酒局、面子，什么都想抓住，因为他们以为生命还有无限长。一个真正清醒的人，反而会做减法，因为他知道时间不是无限的，余生是用来兑换幸福，不是用来支付人情的。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反而更累，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前半生的算法里处理后半生的关系。前半生关系等位机会，等位资源，连接越多越好。后半生关系等位能量消耗，精力只有那么一点，谁靠近你，你就必须在他的身上消耗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来消耗一点，你的晚年就只剩下一副空壳。这不是悲观，这是精算，是清醒。心理学上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研究，叫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用了很多年，追踪了大量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人在感到自己的时间所剩不多的时候，会自动优化自己的社交圈。年轻人急住认识人，因为他们觉得未来很长，人脉是投资。老人慢慢退出社交，因为他们感到未来有限，不愿意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交际上。这不是老人变得孤僻，是大脑在自动为幸福做取舍。研究者还发现，老年人反而更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追求关系的数量，他们只保留能让内心温暖的关系，他们终然把时间花在了让自己舒服的人身上。这就是晚年幸福的终极秘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可更重要的是，你选择把谁留在身边，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回到我们开头那个问题，晚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没人陪你吃饭，而是陪你吃饭的人让你消化不良；不是清静，而是你终能清静下来了，却还不肯放下那些早该放下的关系。翻脸这个词听起来很狠，但我更愿意把它解释成慈悲的边界。你与无效的朋友翻脸，不是为了伤害他们，是为了告诉自己，我值得被珍惜，是为了保护你心中那个还愿意相信美好，还愿意付出的自己。与情绪债主翻脸，是你允许自己快乐；与交易型猎手翻脸，是你允许自己清醒；与认知围城者翻脸，是你允许自己飞翔。每一次果断的转身，都不是你变冷漠了，是你终难明白，人生最贵的东西是时间，而时间只应当花在值得的人身上。陶渊明晚年做过一次最决绝的转身，他做彭泽县令，到了第80天，上面派来一个督邮，要他去迎接。性子硬的他实在不想为5斗米折腰，是辞官归里，那些官场的朋友纷纷劝他，你疯了吗？好不容易有官做，怎么能辞？陶渊明不听，他回到乡下，日子很苦，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还要种地。可他写的诗句句透注，自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翻译过来就是，我把房子建在人间，可我听不见车马的喧哗。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已经远离了。陶渊明用一生的行动证明，真正的幸福从来不在热闹里。你敢淡失去，你才值得拥有；你敢翻脸，你才配得上清静。这个道理越老越真。人生就像一列长途火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年轻的时候，你希望车上坐满人，你可以和他们聊天、打牌、喝酒。可是到了后半程，你越来越清楚，真正能陪你到终点站的，只有那么1-2个，甚至只有你自己。与其在整个旅程中被无效的朋友消耗，不如早一点把车厢收拾前进。空出来的座位不一定要坐满，也可以是留给你自己的。
留一段安静的路，留一片看风景的时间，这才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尊重。现在，让我们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再串一遍。第一种人，情绪债主，他们在偷你的光。第二种人，交易型猎手，他们在偷你的信任。第三种人，认知围城者，他们在偷你的远方。这三样东西偷光了，人的晚年就只剩下空壳。所以翻脸从来不是一个小气的动作，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顶级的慷慨，因为你把自己从无效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你才有更多能量去爱那些真正值得爱的人。这是一条心智成熟的阶梯。第一步是看见你的关系，第二步是承认有些关系已经变质，第三步是做出选择，第四步是你终然可以从容地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安安静静地喝一杯茶。那一刻，你会感激那些被你请出生命的人，因为他们让你懂得了何谓珍贵。那么，在今天的三种人里，哪一种最触动你？是一位总在抱怨的朋友，还是一位只谈利益的老相识？又或者是那个一脸关心，却总说你不行的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你的一次分享，真的可能照亮另一个人，让他在深夜、中方有勇气说出那句沉默多年的再见。人生很长，长到我们不得不和许多人周旋；人生也很短，短到不该把最后的黄昏再拱手让给无关的人。愿你从今天起学会翻脸，愿你翻脸之后遇见更温柔的岁月，愿你余生的每一分钟都物有所值。